你听说过四脚蛇吗？你知道与蛇最亲近的动物是谁吗？其实四脚蛇就是蜥蜴的俗称，它与蛇都属于冷血爬虫类动物。我们绝大多数人能够接触到最多的蜥蜴类动物，可能就是壁虎了。没错，壁虎也是蜥蜴的一种，同样它也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的一种蜥蜴。其实除了壁虎，地球上还有高达6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蜥蜴，它们生活在地球上各种极端的环境中，体型从几厘米到几米不等。今天黑土先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蜥蜴，带各位领导近距离认识一下这些长相恐怖的冷血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海鬣蜥，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蜥蜴。它们和鱼类一样，经常在海里活动，吃海藻，喝海水，以水生植物为主食。海鬣蜥的体长最大可达1.2米以上，体重在20斤以上。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科隆群岛。这种蜥蜴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海洋里活动。相比之下，在陆地上活动较为笨拙，在水中却很灵活。在水中，它们主要以自己强壮的尾巴来游动。这个家伙长着一副又尖又长的爪子，看上去杀伤力非常的强。但其实它的这副爪子并不是作为攻击武器使用的，多数情况都是在海岸觅食的时候碰到海浪袭来，它们就会利用这副尖爪牢牢地攀附在岸边的岩石上，起到固定身体的作用，以免被大浪卷走。这种大蜥蜴虽然并不具备太大的攻击性，但它们面对一些强大的捕食者的时候，也有自己独特的逃生手段，那就是装死。这个家伙可谓是一个装死高手，他们有种特殊技能，就是可以自动调节自己的心率。每当海鬣蜥感知到危险来临的时候，它们能够立即停止自己的心脏跳动，以此来隐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心脏停止时间可以长达45分钟，非常哇塞。好，第9个，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这种蜥蜴的外表看上去有点笨笨的感觉，它们主要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它们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接近30斤，主要以仙人掌为食。由于受当地比较干旱的气候影响，它们只能从仙人掌手中获取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这家伙跟骆驼不一样，它们在吃仙人掌的时候会利用自己的爪子去除仙人掌上的刺，然后再开始进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吃一些昆虫或者腐肉，不过80%的食物来源都是仙人掌。还有就是这家伙的栖息环境，由于是变温动物，白天它们会停留在火山岩上晒太阳，到了晚上则回到自己挖的洞穴中睡觉，以维持体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它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晒太阳。虽然生存环境恶劣，但是它们的寿命仍可以达到60年以上。第8个，蓝岩鬣蜥。这种蜥蜴是西半球最大的蜥蜴种类之一，它的体长全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30斤。它们多分布于开曼岛，是大开曼特有的一种极度濒危的蜥蜴，数量非常稀缺。据科学家统计，早在2003年，只有不到15只蓝岩蜥蜴生存在野外。后经过人们对这个物种的保护以及圈养恢复，到2012年底，从之前的10几只增加到上百只。不过即便是这样，它们仍处于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非常稀缺。第7个，蕾丝巨蜥，它是澳洲体型第2大巨蜥，体长最长可达2.1米。这种蜥蜴与上面的不同，它具有攻击性，并且还携带毒性。蕾丝巨蜥通常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经常出没在开阔的森林里。一年之中，主要活动时间都在9到5月份。等到气温下降，它们就会躲在树洞里或者较大的岩石下面。蕾丝巨蜥属于一种食腐肉的巨蜥，它们主要以一些动物的尸体或者小型动物尸体为食。经过人们研究发现，被这种蜥蜴咬一口会导致中毒，不过毒性通常不会太大，一般被它咬到后，伤口会在几分钟内引起肿胀，局部会血液凝固中断，以及肘部疼痛。这种疼痛一般会持续数小时，如果及时治疗，通常不会有致命的危险。就是这种看上去可怕的巨蜥，却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民最喜爱的传统食物，因为这种蜥蜴的脂肪特别受重视，在当地被当作药物和用于各种仪式使用。它们的天敌除了当地土著人，还有澳洲的野狗和大型猛禽。好，第6个，黑喉巨蜥。这是一种原产于坦桑尼亚的大型巨蜥。黑喉巨蜥的体长总长度可达2.1米，体重可达50斤。它是岩石巨蜥4个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这种蜥蜴比较凶猛，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能够吃掉的东西，其中包括大型的鼠类、蛇类以及一些淡水的软体动物。第5个，眼斑巨蜥，这个就比较凶猛了。眼斑巨蜥是澳洲沙漠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巨蜥，也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蜥蜴之一。眼斑巨蜥的体长可达2.5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们主要分布在澳洲的一些干燥的稀树大草原中。这种蜥蜴属于完全肉食性动物，无论是蛇、鸟或者一些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猎食。
一些成年的眼斑巨蜥有时候甚至可以猎杀一只袋鼠，非常凶猛。除了凶猛，它也是所有爬行动物中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这样一只体型巨大的爬行动物，最快移动速度竟然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堪称爬虫动物界中的闪电侠。它们不但移动速度快，而且耐力惊人。即便是长时间的长距离奔跑，在所有爬行动物中，它们的速度也名列前茅。在大多数的蜥蜴种类中，胆小者居多，但是眼斑巨蜥是个例外。这个家伙如果感知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它们不会选择逃跑，而是会坚守阵地，利用它的爪子以及牙齿和鞭状的尾巴来保护自己。有时候它们会张开嘴巴，主动向对方发起攻击。一旦被它咬到，就会被它们口中的毒素所感染。这种毒素一般不会致命，但是会使我们的伤口处急速肿胀，不能凝血，血流不止。如果被咬到血管上，血液就会止不住的向外流。因为这种巨蜥口中的毒素会导致伤口不能结痂，非常危险。还有就是眼斑巨蜥是毒蛇的克星，它们几乎对大多数的毒蛇都免疫。好，第4个尼罗河巨蜥。好，第3个萨氏巨蜥。这种蜥蜴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体长最长的蜥蜴，这主要就归功于它的尾巴。成年萨氏巨蜥的体长可达2.8米，如果加上尾巴，可能会超过4米以上。因为这种巨蜥的尾巴一般都在一块卷曲着，伸展开的长度通常可以达到身体长度的2倍甚至更高。虽然听上去体型很长，但是它的重量远远没有科莫多巨蜥的重量大，比较瘦长。这种巨蜥主要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南方海岸，在那里有很多的沼泽地，是这种萨氏巨蜥的理想栖息地。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上，属于完全树栖的巨蜥。在野外主要也是一些鸟类、鸟蛋、小型哺乳动物和一些动物的腐肉为主要食物。还有就是这种蜥蜴虽然看上去体型不小，但却是一种胆子非常小的巨蜥。由于身体纤细，它的咬合力和力量在巨蜥里是最小的，战斗力不强，全身杀伤力最大的也就属它的尾巴了。当它们受到威胁时，就会挥动它的长尾巴对敌人进行反击。千万不能小看它这条尾巴，这家伙细长有力，就像是一条钢鞭一样，横扫过去会对其他较小的敌人造成恐吓甚至致命的威胁。好，第2个圆鼻巨蜥。这是一种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型巨蜥，它也是亚洲地区最常见的巨蜥之一。圆鼻巨蜥是世界上第2大巨蜥，最大标本记录达到了3米以上，体重更是超过了100斤。最过分的就是它们的寿命可达150年。它们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还有我们国家的广西和海南也是它们的出没范围。这种巨蜥体型巨大，生性好斗，非常凶猛。每当遇到危险时，它们会利用强劲有力的尾巴当作武器来抽打对方。如果打不过，它们也会有很多方式自救，例如迅速爬到树上，或用爪子抓树，发出声音来震慑对方，或者跟蛇一样吐出长长的舌头，发出嘶嘶的声音恐吓敌人。当敌人被震慑住之后，圆鼻巨蜥就会找出机会，迅速抽动自己杀伤力极大的尾巴击打对方。这一击很有可能会使敌人丧命。这种巨蜥与科莫多巨蜥一样，嗅觉非常发达，它们可以闻到远处的动物尸体气味，然后随着味道找到尸体，将腐肉吃掉。它们与大多数的蜥蜴一样，能够吃掉任何自己能够吞下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捕杀猴子，甚至是自己的同类，非常残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圆鼻巨蜥几乎没有天敌。目前发现只有咸水鳄鱼，也就是湾鳄，对它们构成威胁。对了，还有就是在早些年，这种蜥蜴是被人类捕杀贩卖最多的一种，它们的皮被用于制作鞋子、皮带等等一些饰品，销往全球。每年有高达上百万只圆鼻巨蜥被杀死贩卖。直至今日，由于人类肆无忌惮的捕杀，圆鼻巨蜥最终也被列为极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数量濒危。不过在斯里兰卡，这种巨蜥很久之前就受到当地人的保护，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吃毒蛇。好，第1个科莫多巨蜥。科莫多巨蜥相信各位领导就比较了解了，它就是我们俗称的科莫多龙。它是现存所有巨蜥中体型最大的成员。科莫多巨蜥的最大体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超过了140斤。在野外，它们是顶级掠食者，主要活动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这种蜥蜴非常凶猛，攻击性较强，它们主要以野猪、鹿、猴子跟蛇为食。有时候也会捕食自己的同类，相当残忍。当然，它们的袭击对象也包括我们人类。如果在野外被科莫多龙咬上一口，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丧命的几率会很大。因为这个大家伙是一种携带毒素的大蜥蜴，被它咬到会导致我们的伤口处停止凝血，也就是伤口不结痂，血液会止不住的向外流。即便我们成功逃脱，只要距离科莫多巨蜥不超过5公里，它们很有可能会顺着气味再次找到我们。也就是被科莫多巨蜥咬一口，只要距离它们在5公里范围内，几乎很难逃出它的魔掌。在野外，科莫多巨蜥通过灵敏的嗅觉加上可怕的毒液，可以猎杀很多比它体型大的动物，像一些大型的野猪、马，甚至水牛，它都可以成功猎杀。而它的猎杀方式也就仅仅是
上前咬上一口，将嘴里的毒液跟细菌寄放在猎物的伤口处，等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小时，也可能是几天，等待被咬的猎物毒发身亡后，然后再顺着气味追踪到尸体并吃掉。有时候他们甚至能从猎物还未死亡就开始追踪，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地底上万米的景象吗？你听说过魔鬼天坑与地狱之门吗？你知道吗？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上天入地好像并不是什么难事。顾名思义，上天无疑就是进入太空或者登上月球，但是入地就不一样了。这里提到的入地，确切点说应该是入水，因为真正的地底世界，人类其实是无法涉足的。不过没关系，人类虽然无法涉足，但是大自然给我们开了一些仅供参观的小窗口，从废弃的人工矿坑到恐怖的海洋蓝洞。这些地方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有自然形成的，也有人为造成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世界上大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这些震撼的景象。今天黑土就把这些深坑整理了一下，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地球上最危险的10个超级天坑。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蒙蒂塞洛水坝。在这座水坝的上方有一个吸水的洞，这个洞在当地被称为荣耀洞，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绿帕县，一眼看上去它同黑洞一样，在无休止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非常可怕。但其实这个可怕的深坑实际上是一个溢洪道，溢洪道就是一些水库大坝的防洪设备，主要作用就是控制水位，防止水坝被毁坏发生洪水。荣耀洞其实就是美国蒙蒂塞洛大坝上面的溢洪道，每当水坝上的水位达到极限的时候，荣耀洞就会把多余的水量用最快的速度向外排出，以此来减少水坝的承受力。在大坝最高水位时，荣耀洞每秒的出水量可以达到惊人的每秒1370立方米，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在它向外排水的时候有人不小心掉进湖里，那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因为巨大的冲击力会使我们的身体像子弹一样被喷射出去，非常危险。也就是因此，这座水坝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坝之一。早在1997年，在当地就有人由于在水里游泳时被巨大的水流冲进溢洪道淹死的事件发生，非常危险。好，第9个，地狱之门。这是一个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深坑，它的直径大约69米，深度约为30米。从发现至今，这个深坑里的火焰已经持续燃烧了40年以上，期间从未熄灭。它位于土库曼斯坦当地的一个名为卡拉库姆沙漠的中部。地狱之门这个名字就是当地人给起的。至今为止，这座深坑的火焰持续燃烧的原因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根据土库曼斯坦地质学家的说法，据说在1971年，地质学家发现这里的地下可能蕴藏着大量的天然气，然后便开始取用钻井工具开始钻探。在钻探过程中，刚一发现天然气带后不久，地面就发生了坍塌，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深洞。由于地面坍塌导致钻井机械损坏，地底的有毒气体开始向外扩散。为了安全起见，工程师们认为最好点燃这些气体，以免毒气扩散对附近城镇中的人类造成伤害，于是便一把火将其点燃。本以为这种气体会在几天内或者几周内燃烧殆尽，可没成想这一点就持续燃烧了40多年，至今还在继续燃烧。还有就是各位领导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不将它们开采出来供人类使用？答案是因为根本来不及开采。我们都知道天然气这个东西的危险性，地底的天然气口一旦被打开释放，那个出气洞口是没有办法再堵上的，要么将它开采完，要么就将其点燃，以免后期再发生灾难性的爆炸，非常危险。第8个，伯克利天坑。这里的景色看上去不算太独特，特殊的是这个坑里的水，这里的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其中含有强酸性，里面掺杂有重金属以及硫酸等等很多化学物质，酸性同储电池的电解液差不多，腐蚀性非常的强。伯克利天坑位于美国西部蒙大拿州比尤特，它的前身就是一个人工露天矿坑，是美国最大的矿坑之一，它的长度约为1.6公里，宽800米左右，最大深度约为540米。该矿坑于1955年开采，至1982年关闭。关闭后，地下水开始缓慢地填充伯克利矿坑，水位以每月约30厘米的速度上升。由于坑内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黄铁矿和硫化物，经过地下水的浸泡发生反应，释放出了很多有毒物质。每年到了鸟类迁徙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很多动物的尸体。1995年，一群迁徙的鹅在这里降落并死亡。据统计，人们单在1995年就在这座坑周围发现了300多具动物的尸体，原因可能就是误食了坑中的水才导致死亡的。在之后的几年里，陆陆续续不断的有动物死在这里，最高一次性就导致高达3000到4000只动物集体命丧在这里，非常危险。第7个，危地马拉天坑。
你能想象吗？一个工厂的老板奋斗了一辈子的心血，就在一瞬间突然就被地面给吞噬掉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这座深坑位于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2010年5月30日这一天，在危地马拉城区内，地面突然向下坍塌，形成了一个宽约20米、深达90米的深坑。在塌陷的同时，这座深坑吞噬了一座3层楼的工厂以及1名保安。随着电线杆的倒塌，被拖入地下，深坑周围也有15人因此丧命，还有300多人因此受伤，一时间给当地人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后经过地质学家的分析，导致巨大深坑突然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下水道泄漏或热带风暴，甚至火山喷发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其实早在这个天坑出现之前，2007年同样也在危地马拉的城区就已经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天坑，第一次要比第二次更深，深度达到了100米。难以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心理阴影面积会有多大。好，第6个，伯利兹大蓝洞。这里是位于伯利兹海岸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海洋天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水下深坑之一。大蓝洞的直径为0.4公里，深度约为123米左右。蓝洞的深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恐怖，在这个蓝色的大洞内部生存着品种繁多的鲨鱼。但即便是这样，每年仍然有很多探险家慕名前来探索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蓝洞。现如今，伯利兹蓝洞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潜水圣地，它还被评为世界10大潜水圣地之一。大蓝洞名声大噪之后，人们便开始探索它的形成原因。这个海下洞穴早在上个冰河世纪就已经形成，距今已有几亿年的时间。后因冰川融化，海水上升，洞顶随之坍塌，随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海下深坑。人们在这个大蓝洞的内部还发现了很多大型的钟乳石和石笋，也就是说，这个洞在很久以前很有可能是一个规模超大的地下洞穴，相当壮观。好，第5个，魔鬼天坑。这种坑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这里之所以有魔鬼天坑这个称号，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座深坑内部所生活的动物。魔鬼天坑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爱德华兹县，这座坑的洞口直径约为18米左右，深度达到了100米。该洞穴是由水势雕刻而成，正儿八经是由大自然亲手制作的。这里最让人感到恐惧的就是洞内的蝙蝠。魔鬼天坑是数百万墨西哥无尾蝙蝠的栖息地，每年的4到10月份，大量的蝙蝠就会聚集在这里，并且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会有黑压压的一大群蝙蝠在这里出没，有时候会形成蝙蝠龙卷风的景象，场面相当壮观。好，第4个，印度阶梯井。这个一眼看上去肯定就是人为建筑了，但是奇怪的是，当地人却不这么认为。在当地有一个传说这口井并不是人类建造的，而是幽灵一夜之间将其建好的。当然，不用想都知道，这个传说并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实际上，这口井的作用与普通的水井一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存水。由于阶梯井位于印度的西部地区，这里的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早期的人们为了解决吃水的问题，就建造了这样一座特殊的储水池。至于井旁边的台阶建筑，主要就是为了可以让人们更容易的接近水源。每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就可以顺着台阶下到井底避暑乘凉。对了，还有就是这座井的历史，至今为止它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在很久之前，它的样子并没有现在这么华丽壮观，这些华丽的装饰都是后期当地人慢慢添加上去的。好，第3个，龙洞，也叫三沙永乐龙洞。这里的永乐指的是永乐大帝朱棣，这里在明朝期间就被冠以永乐龙洞的名称。龙洞位于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的一处礁盘中间，它是世界上已知所有蓝洞里最深的一个。龙洞深达300.89米，深不见底。在很久之前，当地的渔民就将其称之为龙坑。这里与其他的龙洞不一样，龙洞的口径为130米，洞底直径约为36米。经过科学家勘探，龙洞内部严重缺氧，洞底深处几乎没有生命在这里生存。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当地渔民称此地是定海神针所在，当年孙悟空就是在这里拔的定海神针，当做如意金箍棒，这才留下这么一个深不可测的蓝洞。还有传说龙洞是南海的眼，洞中藏有南海的镇海之宝。当然我们都清楚，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但是不得不说，这些传说无疑为龙洞添加了很多神秘色彩，使这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让人望而生畏。第2个，宾厄姆峡谷矿。这里是地球上人为开采的最大最深的露天矿坑，它位于美国犹他州的宾厄姆峡谷，这里深达1200米，宽400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为挖掘矿坑。站在高处往下看，整个矿区就像一口巨大的锅，在矿区周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植被生长。各位领导可能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本是一座小山，周围遍地绿荫成倍，景色很美。但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却被人类破坏成这样一个巨大的深坑。有时候我们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看到一些非常大的装载机、运输机，
这些巨无霸机械有很多都是在这种巨型矿坑中工作的。当看到这些巨大的机械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可能会相当佩服人类的智慧，竟然能造出这样高大的运载机械。但当我们知道这些巨大的深坑就是被这些巨无霸机械所破坏的时候，你对这些大家伙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好，第一个，科拉超深钻孔。科拉超深钻孔，相信很多领导都有所耳闻，它是目前地球上已知最深的洞。科拉超深钻孔是前苏联于1970年在科拉半岛进行的一次科学钻探。目前，这个钻孔是人类所能触及的地球最深处，它的深度可达12263米。这个深度是按垂直深度计算的。从1970年开始钻到这个深度，期间断断续续整整用了高达10几年的时间。而耗费这么多精力钻探这个深孔的原因，其实来源于前苏联当时与美国的一次竞赛，确切点说是一种科学竞赛，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地球的构造以及地下的地质结构。在钻探过程中，科学家在地底达到9500米的深度时，发现了一个含有黄金和钻石的底层。经过测量分析后发现，这里的岩石含金量竟然高达每吨80克。要知道，金矿石的含金量如果达到每吨4克，就已经具有商业开采的价值了。而在地底9500米的深度，含金量竟然高达每吨80克，这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了。不过奈何含金量再高，人类也几乎没有可能对其进行开采。在深度内部，除了发现金矿，还有传言在钻探的过程中疑似听到了一种恐怖的嘶吼声。不过这次消息并不是钻探小队以及官方发表的，很有可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谣言。1983年，当钻井深度已经达到12000米的时候，钻研团队突然宣布停止进一步的钻探。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由于经费不足，不过最后还是继续向下钻探了262米。但是这200多米就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直到2006年，这项工作被宣布正式停止。2007年，钻探团队被解散，而这座深达12262米的深孔从此被一个金属帽封闭。乍一看上去，很难相信，在这个直径不超过30厘米的金属盖下，是一个深达1万多米的深渊。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大猩猩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你见过一拳打下去可以杀死狮子的大猩猩吗？我们都知道，大猩猩是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之一，它们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知道吗？大猩猩有98%的 DNA 与我们人类相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智商可以跟人类3到4岁的小孩比肩，部分猩猩的智商甚至可能会达到人类10岁的智力，非常聪明。不过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动物园里被人类圈养的猩猩，很少人会见到真正的野生大猩猩。野生大猩猩的性情彪悍鲁莽，战斗力极强，在野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7种猩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的人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个，倭黑猩猩。这是一种被认为是私生活相当混乱的一种猩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家伙同性相恋，并且还经常利用独特的方式处理种群冲突。一眼看上去，它与黑猩猩很像，但其实它与黑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与黑猩猩相比，这种猩猩的性格更温顺，很少会发怒，叫声也与黑猩猩不同，比较爱好和平。最独特的就是这种猩猩在处理种群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手段非常罕见。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动物种群面对冲突，通常都是使用暴力、争斗来解决，但倭黑猩猩是个例外。这家伙在遇到种群冲突或社会问题时，会很随意地利用交配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冲突，并且在这期间有同性相结合的现象。经过人们对倭黑猩猩的这种行为观察发现，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同性相恋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纯纯的把对方的性别弄错了，并且这种情况大多数都发生在雌性倭黑猩猩的身上。之所以发生这种高度混交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其社会种群的连结。它们具备强大的容忍力，更奇特的是，它们喜欢与陌生的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不是熟悉的同类。也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力，在它们的种群中消除了很多冲突，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更好、更容易地融进大群体中。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的族群通常都是以母猩猩为首领，每群大约由2到20只组成。它们的食量很大，除了吃植物，有时候也会捕捉小羚羊、小狒狒和猴子为食，寿命大约也就在40年左右。好，第6个，黑猩猩。你知道吗？
黑猩猩可能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最近的近亲了，它们与我们共享98.7%的 DNA。人类和黑猩猩大约在7到1300万年前很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它们通常都是用4肢行走，但是它们也可以站立甚至直立起来行走，与人类非常接近。它们同大多数的猩猩一样，也是结群生活。一个族群通常由几十只组成，由一个雄性带领。它们非常聪明。目前，黑猩猩是地球上已知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更接近于人类，例如它们的群与群之间有往来，还有长久保持母子关系。成年的黑猩猩长大分群后，还会经常回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并且有午休的习性。等等很多行为都与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推断，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可能在大约500到600万年前开始分家，走上了独立的演化道路。前者则演变成了人类，而后者则在约300万年前分为2支，一直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演变成了现在的黑猩猩与乌黑猩猩。甚至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可能就是第3类黑猩猩。不过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毕竟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有就是黑猩猩的性情，黑猩猩就比较暴力了。野生成年的黑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为1.5米，体重约在80到140斤之间。被圈养的黑猩猩体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它要比倭黑猩猩更加强壮。它们的力量和锋利的牙齿意味着对人类有很大的威胁。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野生黑猩猩袭击人类儿童的事件至少有6起，其中一些是致命的。更有黑猩猩抢夺并吃掉人类婴儿的事件发生。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反过来看，反而是人类的偷猎者一直在不停地袭击它们。第5个，婆罗洲猩猩，也被人称为红毛猩猩。这种猩猩是所有猩猩中唯一分布在亚洲的一种，并且分布区域狭小，数量稀缺，属于极度濒危的一种。它与大猩猩不同，婆罗洲猩猩只与人类共享大约97%的 DNA， 要比大猩猩少一些。它们主要生活在婆罗洲低地的热带和亚热带潮湿的阔叶林中，也就是热带雨林里。在野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树上觅食，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属于树系动物。这种猩猩的体型仅次于大猩猩。解释一下，猩猩与大猩猩还有黑猩猩都是3种不同的物种。婆罗洲猩猩属于猩猩属，而大猩猩就是属于大猩猩属，黑猩猩也就是黑猩猩属。婆罗洲猩猩的体型要比大猩猩小很多。成年雄性的婆罗洲猩猩体长超过了1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已知最重的婆罗洲猩猩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名为安迪的雄性猩猩，在它13岁时，体重就达到了400多斤。这种猩猩有着独特的体型与面部，它们的手臂很长，最长可达1.5米，特别是脸部，看上去非常肥厚，辨识度较高。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野生的水果、树叶或者昆虫为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去掏鸟蛋、啃树皮，还有极少数的情况，它们也会猎杀较小的灵长类动物，例如懒猴。在人们对野生婆罗洲猩猩的观察中发现，它们曾试图使用长矛捕鱼，但未见能成功捕获。还有就是它们有时候会利用叶子擦粪便，甚至将一些树叶、树枝连接在一起当做雨伞使用，非常聪明。可惜的是，2016年这个物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在东南亚广大的范围内，婆罗洲猩猩被人类无情的猎杀。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无序扩张，使得这种猩猩的栖息地逐渐缩小，再加上偷猎者和宠物贸易，对它们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4个，苏门答腊猩猩。它也是猩猩属，数量极度濒危，比上面的婆罗洲猩猩更稀有。苏门答腊猩猩仅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有发现。这种猩猩的体长也在1米以上，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长得与婆罗洲猩猩非常的像，但是它们2个是不同的物种。与婆罗洲猩猩相比，这种猩猩更瘦，脸部更长，还有就是头发也较长，身上的皮毛颜色会更淡一些。雄性苏门答腊猩猩的脸部与雌性不同，雄性猩猩的脸颊两侧会有明显厚厚的肉垫，雌性没有。在这张大脸的下方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与喉部相连，充气后会鼓起，主要作用就是充气鼓起后发出特别的声音，可以用来向同类传达信息。另一个作用就是找对象。苏门答腊猩猩脸上的大肉垫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长越大，而这对于母猩猩来说就是高颜值的象征。在母猩猩的眼里，雄性猩猩脸颊处的肉垫越大，长得也就越帅，也就是脸越大越好看。经过人们对它的观察发现，野生的苏门答腊猩猩会利用树枝用牙齿磨掉一端，然后用棍子在树洞里挖白蚁。在没经过人类干预或培训的情况下，它们自己就已经会使用工具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要比婆罗洲猩猩更加依赖树栖，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生存的苏门答腊岛上有一种威胁它们生存的大型捕食者存在，那就是苏门答腊虎。这种老虎虽然是所有老虎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但对于苏门答腊猩猩来说却是最大的威胁。苏门答腊猩猩的主要食物也是以
以无花果、蜂蜜、鸟蛋、幼鸟和植物的嫩芽为主。这种猩猩要比上面我们说的婆罗洲猩猩智商要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它们的栖息地内有很多肥大且结实的无花果树，这可以让它们极大群体生活，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际和沟通学习。对了，还有就是苏门答腊猩猩可能是任何哺乳动物中孕育期最长的一种动物。雌性苏门答腊猩猩每生一次小猩猩的间隔期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在这8年里，母亲会教会孩子学习很多的生存本领，直到小猩猩可以独自生存为止。它们的寿命通常约在45岁左右。好，第3个，达班努里猩猩。这是一种在2007年才被正式分类的一个物种。这种猩猩同苏门答腊猩猩一样，都生存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刚开始发现这个物种时，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苏门答腊猩猩。直到1997年，人们对该地区的一次探险，重新发现了这个猩猩的种群。但当时这种猩猩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2017年，人们对这种猩猩的基因进行详细的系统发育研究后，才发现它跟苏门答腊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这种猩猩的外表与苏门答腊猩猩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它们的毛发更卷，头更小，脸部更平更宽。雄性达班努里猩猩胡须要更向外突出，还有就是它们的上犬齿很大，在饮食上也有所区别，像一些毛毛虫和针叶树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达班努里猩猩都可以吃。经过科学家们观察发现，达班努里猩猩几乎是完全树栖的动物。在一次观察中，科学家们发现超过3000个小时，它们都没有降落到地面。经过分析，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存在苏门答腊虎和云豹这2种猛兽，对达班努里猩猩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截至2018年，现存的达班努里猩猩大约只有800只左右，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非常稀缺。好，第2个，西部大猩猩。西部大猩猩其实也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西部低地大猩猩与克罗斯河大猩猩，这2个物种都属于西部大猩猩。雄性西部大猩猩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8米，体重接近300斤。虽然看上去这些大猩猩的外形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也被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与西部大猩猩相对应的就是东部大猩猩，区分2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皮毛颜色。通常情况下，西部大猩猩的毛发颜色较浅，看上去是褐色及灰色的，鼻端起钩，而东部大猩猩则没有这种鼻子。还有就是西部大猩猩要比东部大猩猩的体型更瘦小，一群通常数量都在5到16只左右。更明显的就是西部大猩猩喜欢爬树，并且喜欢生活在树上，而东部大猩猩则恰恰相反。好，第1个，东部大猩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刚猩猩或者银背大猩猩，统称大猩猩。在这里解释一下，银背大猩猩其实包含了上面的西部大猩猩与东部大猩猩，2者其实都被称为银背大猩猩，但实际上分为4种不同的种类。东非大猩猩同时也包含了东非低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等2个亚种。银背大猩猩其实确切点说应该是银背山地大猩猩，也就是东部山地大猩猩，因为它是最猛的一个亚种。山地大猩猩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目前全球仅有1000多只。这种猩猩被称为温柔的巨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相貌凶悍，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草食性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森林里闲逛、吃东西或者睡觉，很少会打斗。山地大猩猩主要是草食性的，一头成年的雄性每天可以吃掉50斤以上的植物来填饱肚子，而雌性则要少很多，但通常也需要吃掉30斤以上的植物，食量非常的大。当然，大食量自然也会为它们带来巨大的体型。这个家伙体型很大，雄性身高站立时可达1.8米以上，双手伸展开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手臂粗壮有力，喜欢生活在密林当中，通常也是结群活动，并且数量颇多，最多可以达到40多头一起活动。东非大猩猩大多数的性情都是比较平和温顺的，但是一旦发起疯来，非常可怕。每当2个族群相遇时，两边的雄性首领就会进行单挑打斗，一旦开打，他们会利用锋利的犬齿撕咬对方，直至另一方死亡才肯罢休，相当残忍。要知道，一头成年银背山地大猩猩一拳打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也就是说，他们一拳如果打到一头牛的身上，甚至可以直接将一头牛秒杀。如果击中我们人类的头部，直接就会击碎我们的头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人会拿银背大猩猩与狮子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对比战力分析。虽然银背大猩猩在力量上要远胜于狮子，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打不过狮子的，因为狮子天生就是捕食者。即便大猩猩的智力与力量等方面要比狮子更占优势，但也无法与狮子天生就是猎手的身份相抗衡。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大猩猩毫无胜算。如果在与狮子的打斗中，大猩猩一拳打到狮子的头部，还是有可能将狮子干掉的。不过这种几率非常的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